各位镇民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台风已经送走，大家目前最要紧的就是人平安、家保牢，再就是确保财产安全。这个在各家各户总会有一些难处啊，如果真遇上了，千万不要着急。老夏在广播站开设了一条救灾求助热线，求助热线每天开通12个小时，随时接听。还是那句老话，镇委、镇政府和社区组织对大家有灾必救，有忙必帮。曲美丽，美丽。不老啊？哪儿老啊？不老啊？老了就是老了。不老啊，不老啊！退休年龄是不是可以再？我应该再干5年啊，没问题啊。老万，你走得太急了，我想来送你最后一程，都没赶上啊。爸。嗯。老万，先走了啊，等我有空了，再来陪你聊天。那个万家明跟曲小河什么时候结婚的？准确说，是未婚妻。啊，家明在花圈上写上曲小河的名字，那意思就是已经把小河当成了他们万家的人了。不管是已婚未婚，在他心里，小河就是他的妻子了。哎，你说的没错，你跟佳明只是普通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成为在事业上可以合作的朋友。不好说啊，你看啊，博览会没有办成，品牌商全都没来，连一份大的订单都没有拿下。再加上这个污水泄漏的事件，造成了工厂的停产停工。这万成的路以后该怎么走，真是不好说。原来说帮他们融资的事儿，看来我还得再考虑考虑。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佳明，我们延安市集团是不会对万成的事坐视不管的。好吧，这样，你再约他谈一次，开诚布公。王道门，永别了，啊！你大门，再见，永别永别。文建贵，我是齐美丽啊，也永别了。行了，给你们找个新主人。你其实不用特意约我出来跟我聊这些。我知道，现在万成的麻烦确实很大，换作是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万成融资的。你能明白，柳阿姨未必明白啊。她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人在一起了，钱就在一起。海水跟河水都是水，但它们永远不能在一个水道。这道理我相信我妈懂，但问题是，
他不想搞懂其中的原因。看来你是非曲小荷不娶了。你刚才不是说看到我写的挽联了吗？马家明，我爸让我开诚布公的来跟你谈谈，那我就直说了。本来吧，我也没觉得你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可是我现在突然发现，你对感情还挺执着专一的。我理想中的伴侣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倒是可以考虑跟曲小荷竞争一下。竞争？你跟小荷竞争？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意思吗？爱情就像一场舞蹈，你认同吗？算是吧。那我告诉你，舞蹈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佳明，我知道万伯伯这一走啊，你心里肯定不好受。毕竟你们万城那么大一企业，从今往后，你、家耀哥还有刘阿姨，你们肩上的担子肯定是越来越重。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大忙啊，但是你记住了。楼宅永远是你的家，我王叔文永远是你的家人。母亲的。妈，我早就跟您说过了，要您去医院看，您非不听。您看现在，严重了吧？我去了，看，药也配来了。这些都是止疼药，没什么作用的。嗨，老渔民都有关节炎的，没什么稀奇，死不了。这关节炎呀，已经很严重了，已经纤维化了，很可能会引起心肌炎。我要是去外地工作，不在您身边，我怎么能放心啊？以前你到国家队一走那么多年，妈妈不也是挺过来了吗？没事的，还有楼宅那么多邻居帮衬着，没事的。以前您年轻，可是现在岁数大了，您不能再这样折腾了。妈也想把你留在身边呀。再说你和佳明结婚以后，夫妻分居两地，这日子怎么过呀？当然了，工作也重要。无论如何，妈妈都支持你。可是你也知道我们镇里的规矩，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3月不撤白，6月不挂红。这么看来，你跟小荷的婚期可能得推迟了。为什么从古到今，在我印象中就有那么多的父母，对自己儿女的婚姻，就喜欢那个什么？但是你等会儿，你先把嘴张开一下。我不啊！哎呀，你舌头都大了，大的跟那个河豚一样，都胀起来了。没有。你不行，你不能喝了。我没喝多，我跟你说，只要我没有被河豚毒死，我就要说，不管谁阻止我，就算我妈阻止我，我还是要娶小荷。曲小荷，我爱你。娶小荷，我这辈子只爱你。你老了，我给你推轮椅。好。万家明啊，记住你今天晚上的豪言壮语啊！好，这是你对曲小荷的爱情宣言。我王叔文
你们永远幸福美满。谢谢。哎呦，老镇长，谢谢。坐。好。有事儿啊？老镇长，跟你汇报个事儿。我今天呢，我退休了。哦，哎呦，好啊，应该祝贺你啊。我今天最后一天上班。我去单位呢，交接了电脑、公章、文件，每交一件东西，我真的这岁月真是不饶人啊！我怎么也退休了呢？是啊，我原来上班吧，每天忙忙碌碌的，我特别的开心，我很充实，我就觉着大家就是需要我这么一个角色，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如果我今天退休了，那么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是就结束了？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哎呦，美丽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当时的心情。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后来有一天我就想，老这样下去不行，心里头不充实，我能不能找一样啊适合我干的工作，能够让我为咱们镇再多做点贡献，再发挥我的余热。这你知道，我办一个广播站，每天写稿子，定时定点的广播，还要把群众的意见收集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去找各个部门跟他们沟通，给老百姓解决点实在的、实际的问题。美丽，你自己要有自信，我是相信你，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能够找到一个符合你情趣的活儿。谢谢老镇长，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我想通了，没问题了。那就好。那我先回广播站了，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好。喂，正阳热线，你有什么话说？我家楼下饭店太吵了你们快来协调下。哎呀，不要激动，您说您的家庭住址。好，我马上派人去。喂，正阳热线。林书记，你看，这么多的投诉电话，都是棘手的问题，目前要及时处理真的很困难，可能查仿牌的事情还得往后拖一拖。仿牌童装关系到织女镇未来的发展，它已经不是一粒老鼠屎，而是一马蜂窝。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掉这个马蜂窝的话，马蜂就会一群一群的飞出来。如果我们织女镇真的成了马蜂窝，那谁还敢接近呢？对吗？是啊，可是要把这些问题及时处理，唯一的关键是人手不够。要处理这些投诉电话，已经弄得我们焦头烂额了。再查仿牌的这么大的问题，人手真的不够。产业办的徐康跟您的说法不太一样。他怎么说？人少是个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可以以少胜多。他说的没错呀。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就要有这个拼劲儿。田头、地头、无烟头，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蹲在哪里就地解决。老郑，我们织女镇的规模可不是以前的乡镇了，外地务工人员40万，当地人口10万，50万的一个城市可不算小啊。所以就要求我们干部要有城市意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田间地头的工作方法去做事了啊，不然这样大规模放牌的事情，我们根本解决不了。林书记，您的话我明白了，不但要有大决心，更要有大魄力。老夏呀，你这里什么热线呐？怎么打不通啊？老夏，哎，哎呦，我说这热线一直打不通呢，感情你在这里睡大觉？哎，醒吧，这是上班时间呐！你听，这电话这么多在响，你怎么还睡呀？啊，我和房东那个账，你必须给我们评评理。你怎么还睡呀？这上班时，哎，老夏，老夏，他还活着，来人呐！夏老师，你醒了？小何，夏秋，别睡了，夏老师醒了。醒了。夏老师，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好，怎么样？没事。好。等会儿，慢点。哎，这行吗？爸，你都快吓死我了！你这一天到晚在广播室里接投诉电话，接个电话接的命都快没了。不过，也都怨我，天天在外头跑，都没顾得上你。广播室怎么样了？哎呦，爸，您就别管广播室了，身体要紧。你这一说话就吓人。夏老师，广播室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都搞定了。不行，你和夏秋赶快回去盯上，求助的人很多，少接一个电话就耽误一件事。热线，一定要有人值班，尽快把大家的困难反映给镇政府相关部门，让他们解决。这3天遇到的困难，我和夏秋都记下来了。您看，3天？怎么3天？爸，您可是昏迷了整整3天呢。这3天啊，夏秋拉着我和广播室所有的人都守在正阳热线，有需要帮忙的吗？哦，您先别着急，马上派人过去看看情况啊。喂，你好，正阳热线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好。小何，辛苦你了。我冒昧的来求您办件事儿，我给你举荐一个人，希望林书记在这件事情上能助一臂之力。齐大姐，您不用那么客气啊。您在社区工作的事情，我一到镇上就听说了不少。有事情您尽管说。您知道吗？有一个从国家游泳队退下来的运动员叫曲小河的。哦，我有印象。怎么了？就是这个曲小河，他最近呢一直在帮着正阳热线广播，跟群众呢宣传党的政策啦，还抽出空余的时间解决了群众很多的琐碎事情，工作能力非常强。我身边的很多邻居啊、干部啊，甚至朋友都说曲小河绝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好党。我在想啊，我们织女镇的干部队伍要是有曲小河的加入，那就太好了。所以我冒昧的来向领导举荐曲小河。谢谢您，我一定把您的话记在心里面，尽快的向组织上反映。那太好了。林书记，这也太丰盛了吧！赶紧吃。我觉得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啊，
你是万城集团的准儿媳，全国的体育明星，一定会有偶像包袱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心里关心的全是全镇镇民的困扰，我才发现齐大姐说的都是对的。齐阿姨，她说我什么了？她说，即便你退出了国家队，也永远是明星。明星？我哪是明星啊？那没有，我呢原来啊就是一个在太湖边打鱼的孩子，那现在呢又是个退役的待业青年。你以前在太湖打过鱼啊？我在船上住了10年，后来因为太湖封湖了，我们全家就搬上岸了。通过万伯伯的帮忙，我们就住进了楼宅的老院。从那以后啊，我爸就和万伯伯、夏老师他们一起做生意，后来就成了第一批把织女镇的绣花枕头啊、童装啊推向全国的创始人。我爸走了以后，是这个镇帮我们母女俩挺过了所有的难关。后来跟佳明相恋，再后来我去了游泳队，又参加比赛，又拿冠军。我觉得呀，这些都是织女镇给我的。小何，你是一名党员，又在帮镇政府做社区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平凡小事，但是在政府的眼里，百姓的事情都是大事。所以，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愿不愿意到镇上来工作？林书记说已经把我推荐给区委，我心里还真有点忐忑。真没想到啊，从不认出的曲小河，竟然被一个副镇长的位子给吓到了。谁说我被吓到了？我只是担心自己经验不足，把工作给搞砸了。你都还没干，怎么知道砸不砸呀？你觉得我能行吗？我不知道你行不行，我只知道，原来你在游泳队的时候参加魔鬼训练，天天哭着给我打电话，但我只要跟你说，我们不练了，马上回家，你就立刻对我生气。你还说，我曲小河能怕这一池子水吗？说过没有？说过没有？有吗？我们冠军的大无畏精神哪去了啊？哪去了？哪去了？哪去了啊？谁说我怕了？谁说我怕了？哎，别，哎，等会儿，哎。同志们，鉴于曲小河同志曾获得全国游泳冠军，并在国家游泳队担任过党支部副书记，经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以及区常委会研究决定，镇人大选举任命曲小河同志为织女镇副镇长。下面请小河同志发言。前几天，我在政府的网站上看到了对我的公示，上面写着：曲小河同志，拟任织女镇副镇长。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织女镇这3个字在我心目中很大很大。前不久我回到镇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比我记忆中还要大的织女镇。它从一个小集镇发展成了有13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也是从几万人增加到了40-50万人。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能有幸成为这个镇的一名公务员。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乡镇，我就像游泳池里的一朵水花，显得特别渺小。尽管这朵水花很渺小，但它毕竟承载着许许多多竞赛者冲往终点的希望。在这儿呢，我要向大家表个态，我曲小河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也有自信的党的、
好干部，我真心实意的接受大家对我的监督。小何，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恭喜你啊，徐镇长。林书记，我能留在织女镇工作，还得谢谢您的推荐呢。我可不是在帮你，我是希望你能帮帮织女镇。走，看看怎么样？曲小荷当镇长了？是啊，妈，这么一来，我们万家就有一个做副镇长的媳妇，对万城有好处。我们万城做事业从来不靠裙带关系，这种事业是做不长久的。可是，只要小荷一进门，对我们万城的名义也是好的呀。朝中有人好办事。你别老想着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一个企业，还是得靠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经营，要不然我们万城集团怎么能做到同行业的龙头企业啊？去吧，我还有事呢。哎。请进。徐副镇长，你好。哎，徐主任，你好。我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产业办的工作。啊，好啊，您请坐。啊，不用。徐副镇长，在汇报工作之前呢，我想先带您去趟童装街，行吗？可以啊。那行，那您跟我来吧。这儿的场景，徐副镇长不陌生吧？我来过几次，听我妈说，这一条街的人和作坊啊，一年比一年多，所以呢，这垃圾也越来越多。是，说句心里话，从我第一次见到曲副镇长起，我就有一种直觉，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真的啊？而且您说的太对了，现在的织女镇的环境啊，真的该加大治理了。我在正阳广播接热线的时候就意识到了，织女镇的问题太多了，要一一解决，真的挺不容易的。正阳热线接收的信息啊，恐怕也只是织女镇的冰山一角。冰山一角？对。让一让，哎，哇，徐副镇长果然是运动员出身啊！啊，本能反应。这织女镇的交通也是问题啊。是。我来说两句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特殊的好日子，祝贺我们小何留在了织女镇，还当上了织女镇的副镇长。小何，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蛋糕呢有3层，预示着我们楼宅的年轻人事业将节节高升，前程似锦。好。那今天不管是谁啊，都要多喝几杯，不醉不归。好，来，干杯！来，干杯！干杯！安陆，干嘛呀？神神秘秘的。不神秘，不神秘。哎呦！谢谢。哦。小何，祝贺你。谢谢。那个，我想说，没有想好就不说了。哎，别，我想好了，就是什么呀？就是想好了就说，扭扭捏捏。那你快说吧，快点说。行，今天没有外人，那我就说了。其实你退役回来之后，我挺担心的。我担心你又会离开这儿，
去其他地方追求梦想。但是没想到，你还是选择留下来了。你能留在织女镇，是我最大的幸福。还有推轮椅，那还挺浪漫。哎呀，你们俩那天聊天我都听到了。真的假的？真的。所以呢，我也想借此机会，跟佳明说一句。说什么呀？我也很爱你，我想跟你相守到老。哇！来了，太甜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再来碰个杯怎么样？好啊！来，来，好，一起干杯！工作顺利啊！干杯！我苦苦经营这个副镇长的位置，原本应该是我的。曲小河，你以为夺我徐康的椅子，只要往椅腿上踹一脚，我就会一屁股坐地上，成为大家眼里的笑话？你错了，我徐康从来都是靠自己的2条腿撑着身子，才4平8稳，不是靠一腿儿。齐阿姨，哎，小何啊，你好。你啊，我过来办事的。哦，您这是？哎呀，不瞒你说，我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很想这儿的。我今天路过，看一看。齐阿姨，其实您退休啊，大家都很舍不得您。小何，我知道，不过你放心，我呢，我早就想通了，退就是退了，那你还能干嘛？我总不能在哪租个房子摆2个桌子，那我能干什么呢？租间房子摆2张桌子，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啊。齐阿姨，我还真有个想法。为我吗？当然。哎。今天呢是我母亲齐美丽齐主任的调解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的好日子，感谢大家能够过来。我母亲呢，作为一个退休人员，仍然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余文余热，莫道桑榆晚，微霞上雨天。下面请齐美丽齐主任大家讲话。好，您先说。今天是您的工作室挂牌成立，您先说啊。好吧，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首先非常的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这个工作室的挂牌成立仪式。我呢原来在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呢，整天的忙忙碌碌的，我就觉得呢，哎呀，我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能为大家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是后来退休以后呢，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真的跟你们说实话，10000个不习惯。所以我为这个事情，我专门还去问了我们老镇长。老镇长跟我说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废人，只要找好自己的定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继续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工作室呢挂牌成立了，再次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这个。那肯定有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那你齐美丽工作室是主要是干什么的啊？我想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主要还是以法律的层面为主啊，比如说治安调解啦、联调律师啦，还有就是工人的劳动保障这一块，我觉得是重中之重。还有这个信访宗治啊，请大家放心，我会更多的做好调解、引导。缓解各种矛盾，一定要把矛盾解决在我们的基层，尽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请大家监督。好。
各位织女镇的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老夏。正阳广播又准时准点的开始了，我和大家说说这个奇美丽工作室。奇美丽工作室啊，是在咱们社区啊开辟了一小块天地，这小块天地专门啊是用来帮助外来打工的。当然啊，咱们本镇的各位乡亲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奇美丽工作室。以前咱们常说，有事儿找民警，有困难找社区。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大家要是有了什么困难，也可以找这个奇美丽工作室帮助解决困难。小何，你将要面对的是我们织女镇最让人头痛、最不让人省心的问题，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明白。情况是这样的。1个月之前，我们接到报案，说有一批织女镇生产的仿牌童装正在外地市场销售，我们就联合工商局一起赶到了现场。经过确认，这批货确实是出自织女镇，于是我们就给没收运了回来。经过调查，生产这批货的厂家叫凯利童装厂。我们镇党委追查下去，居然发现我们织女镇有几千户的童装户，或多或少的都在进行这种违法的行为，生产也好，销售也好，多么的触目惊心啊！这些是不是都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真没有想到，现在织女镇的童装侵权已经这么严重了。市委、区委为了这件事情，还特意组成了调研组。我们达成了共识，要想让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走入国际先进行列，就要走出老路，浴火重生。首先就要从仿牌上下手。要切除这颗一直留存下来的毒瘤。好，林书记，你看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从哪儿查起？从万成集团查起。万成？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厂主呢都是万成集团，但是怎么也抓不到证据。经过党委会的研究，万成虽然对我们童装产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也绝不能因为他们是功臣就网开一面。所以，他们到底涉及不涉及仿牌童装，要彻查。如果有的话呢，就依法处置；如果没有，也还他们一个清白。小何，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可是，让我去查万成集团，合适吗？有什么难度吗？你也知道我跟万家的关系，要我去查万家，那这不是把我往火里推吗？好钢好铁，哪个不是从火里出来的？这要是按常理说，我应该避嫌才是啊。现在的问题是，万成集团是不是有违法行为还不知道，我们只是在调查阶段。那你作为分管治理的领导，参与调查是工作需要啊。至于你刚才说的避嫌，我想一定是在面对公与私的抉择的时候，怕引起误会。但是我相信啊，只要心里有实事求是这杆秤，就称得出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我说小何啊，你是真打算查万成集团啊？这是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我必须得做好。我发现你跟我妈真的挺像的啊。说好听点叫大义灭亲，说难听点就是六亲不认。你不是第一个说我六亲不认的，但是我要纠正一下啊，我呢谁也没想去灭，更别说灭亲了。可现在这是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你说的对，大义灭亲的曲副镇长，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警官小王配合你把外面那几箱也搬过来吧。进来吧，欢迎参观我的办公室。
环境不错呀。还行吧。哎，你看你毕业的时候多青涩呀。是，你看你那时候最爱喝碳酸饮料。这办公室的风格我喜欢，简单时尚。谢谢你的认可。哇，这照片你还留着呢？对啊，都有纪念意义。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历史了。是啊，是成为历史了。你现在是织女镇的副镇长，不再是运动员了。你肩上的使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你的新岗位上，可能不会再有金牌，甚至连掌声都可能不会再有。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忧伤呢？没关系啊，忧伤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动力，只要不茫然就行。现磨的。谢谢。佳明，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哦，你说。你也知道，去报案说万城集团有仿牌行为的是记者夏秋。他跟我说，他亲眼看到佳耀哥童装厂有一批仿牌童装往集装箱货柜车上装。小何，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就我对万城童装厂的了解，尤其是他们厂生产所需要的所有面料，都是从我这儿进。但是我的工厂没有生产过仿冒童装所需要的面料。所以小何，你应该明白，如果我哥想搞仿牌，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小何，我可以给你100%的保证，至少目前我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证明佳耀在生产和销售仿冒童装。林书记也说了，现在只是调查，如果有此事，那当然会依法处理。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更好了，那也可以还万城集团一个清白，对吗？是。小何，你知道我在国外除了学习纺织印染之外，还修了一门课 ，Business and Law， 商业法律。我非常清楚，知识产权是维系一家企业的生命。这个观点，我跟我哥、跟我嫂子都聊过很多次，他们也非常同意。所以说，今天你来我这儿，是想了解什么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配合你？其实你已经告诉我了，你对这个传言并不知情。可是你不知情，并不说明这件事情不存在，对吧？佳明，你也能看出来我有一些担心。我这么查下去，你的家人很可能会对我有看法。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怕你为难。我？小何，你大可不必考虑我，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举双手赞成你查万城，真的。就像你说的，如果查出来没事儿，那么万城正好可以不用背锅。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我也认为可以把它揭露出来，拔掉它，这正是救万城的一剂良药，甚至说对整个织女镇也是一次保护知识产权的普法教育，你说呢？佳明，你真这么想吗？我真这么想的。太好了，佳明，谢谢你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跟我还用说谢谢你？这就是我拍到的。这满满一集装箱，估计有多少童装？这个我不清楚，但数量一定很庞大。这除了公安局，还有谁知道？我当时发现问题不对之后，马上就去找郑镇长反映了，然后才去的公安局报案的。这么说，郑镇长也知道？他当然知道。郑镇长还说，他一定会找人下去核实情况的。夏秋说，在他举报之前，已经向您汇报过情况了。您说会核查，您核实的怎么样了？
这个视频啊，下车之前就给我看过。本来呢，我是要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的，可当时镇里的工作重点就是办好博览会，实在是抽不出人手。紧接着就出现了污染事故，我又忙着去调查核实，跟记者沟通，这还没忙完呢，台风又来添乱，这不，一忙啊，就把这件事情暂时耽搁了。前2天党委会开会，说要调查这件事情，在会上，第一个表态要彻查这件事情的，就是我。我去童装商会咨询过，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啊，可以装10几万手的童装，这些假货要是销到国外，那可不是小问题啊。小何镇长，既然把查仿牌的事情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但有一个原则，好事要保护，坏事要揭露。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底线呢？一句话，一定要维护好织女镇来之不易的纺织童装业的大好趋势。这就是我的态度，在党委会上我也是这么表态的。我明白了，那我先去忙了。去吧。你觉得怎么样？真不错，肯定的。我一个法国朋友特地给我空运来的。佳明，哎，你看这酒的颜色啊，像不像当年在楼宅的时候老爸泡那杨梅酒的颜色？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哎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啊，你总爱偷喝爸爸泡的那个杨梅酒，然后那酒是一点一点的少，老爸发现了，就问是谁喝的酒，每次都是你喝酒我顶累，没少替你挨揍。有这事儿？怎么今天想起说这个了啊？哪天如果我跟小何起了冲突，你会站在谁那边？我会选择站在良心这一边。您先喝点茶。哎，谢谢。来啦，牛阿姨，您好。坐。牛阿姨，对不起啊，我回织女镇以后，很少过来看您，而且万伯伯他……今天不说这个。曲镇长啊，牛阿姨，你还是叫我小何吧。万城的现状，我相信你通过佳明已经了解不少了。污染事故啊，确实是我们万城的疏忽，我们已经在接受惩罚了。这个博览会的停办啊，让我们原本打开的销路又一次截断了。现在集团是内忧外患，运营相当的困难。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又听说曲镇长你要准备带头调查我们万城有没有在制造仿牌产品。我呀，不喜欢让人家有传言，所以呀，我今天想当面问问你，曲镇长，你是不是在怀疑我们万城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我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需要调查，了解真相，才能知道万城是不是做了违法的事情。那我的理解是，你没有相信过你万伯伯一手打造的企业喽？啊，不，
我正因为相信万伯伯，才接受调查万成的任务。我当然希望万成没有事情，现在是，将来也是。作为织女镇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万成应该起带头作用。他清白与否，是清除织女镇仿牌这颗毒瘤的关键。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是不会放过万成的，哪怕以后跟佳明结婚，也是会大义灭亲的，是吧？牛阿姨，我真的不希望碰到这么尖锐的话题。大义灭亲，我想万伯伯也不会希望万成是通过仿牌童装的方式来发展的吧？他一直信奉的是诚信和良心，我也一样。当然，我们万成一直是诚信至上的。好，桥归桥，路归路，你也是奉命于上，不得不为，那就尽情查吧。毕竟嘛，你对我们万家来说，还只是个外人，不存在大义灭亲。小许啊，今天我不喝酒，不想喝，也喝不下，你喝吧。郑镇长，你是有什么心事吧？如果有什么心事啊，你就直言不讳的跟我说，我洗耳恭听。要说心事啊，还真有，而且还不小。你还记得吗？帅叔有一次来找我，说是拍到了这个万成做了一批仿冒的童装。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你说，我要在第一时间去找老万谈一下。就是这事儿，是我工作不到位，没有一查到底。这事儿我知道啊，可那有什么不妥吗？没什么不妥，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要追究起责任来的话，就好像，外人看起来我和老万之间有什么猫腻。哦，您这个担心啊，也确实不无道理。不过，如果真的追究起来，您就一五一十的说。而且您那当时确实是到万城去核实情况嘛。正所谓清者自清啊，我想这个事儿啊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我同意你的清者自清的说法。我担心的不是我头顶上的这顶乌纱帽，我是担心织女镇。确实，织女镇在发展初期是开放型的、粗放型的，啊。林书记刚来，对这些情况不了解。他如果真的是要对这个仿牌的事情一追到底，我担心的是织女镇这块在全国的金招牌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作为上级，我本不该跟你说这些话，你呢，就当耳旁风，听我就算了啊。您放心，我明白。干什么？欠钱不还是吧？啊！几位大哥，欠你们的钱我明天就还，我求你们了，怎么样都行，别在我家门口闹，我求求你们了。明天，今天就来见识吧！哪呢？哪呢？嘿，干什么呢？你少管闲事！再打我报警了！镇长，镇长，好。给我滚！出血了！熊天宝，小何，你怎么又打架了你？哎呦，我没有。什么没有？头都出血了，快跟我去医院去！
什么没有？哎呀，我不去。那我报警了。哎，小何，千万别报警，我们哥几个闹着玩的。闹着玩？打成这样闹着玩呢？没有，喝点酒，都喝多了手重。我跟阿姨说去。哎，小何，我求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哎呀，我自己去医院行吗？我自己去医院。熊天宝，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啊？你看，多吃点啊！来，牛阿姨，我敬您一个。祝你越来越漂亮啊！谢谢阿姨。牛阿姨，万成现在情况有好转了吗？哎呀，融资依然有困难，这也是我眼下最头疼的事儿。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您说万成这么大一体量，它就像一个大庙，所以万成的这本经还真的是不太好念。佳明已经告诉我了，说你父亲已经决定不考虑和万成合作了，是这样吗？我爸的担心有他的道理。说实话，万成的那些事情其实还挺负面的，这可能让他觉得现在不是最佳合作时机。不过牛阿姨，您放心，只要过段时间万成有了起色，我相信我爸爸是会改变主意的。三妹可是为这儿子操了不少的心，前一阵子一直跑到我的屋子里哭，说是天宝沾了赌，那些要债的都跑到我的鱼摊上要钱呢。还有这样的事啊？哎呀，天宝以前是个好孩子，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平时看张阿姨乐呵呵、大大咧咧的，没想到她还真不容易。哎，儿不孝，母担忧啊。小何啊，你可要为天宝的事上上心。我知道了。还有，你和佳明的婚事也要上上心。妈为你准备了5床蚕丝被呢，都是5斤的哦。哎，有一床是给你婆婆的，她可喜欢蚕丝被了。我在想要是没有注资融资这些事儿，你要是跟佳明结了婚，也会幸幸福福、美美满满的。佳明爱的人是小何，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企业，它可以通过努力转危为安，可是爱情不行。事业和爱情完全是两码事情。牛阿姨，您要有个心理准备。来，您加个菜。谢谢。牛董，什么事那牛阿姨，我去趟洗手间。哎，好。什么事儿？之前派去广州的人回话了。程仲良有消息了？对方说程仲良原先登记的信息都是假的，而且这个人在外面欠了巨额赌债，估计是为了还债才挪用了公司的钱。另外，因为资金已经被转到国外，想要追回程序复杂，追回的周期可能会很长。他捐走的2个亿，可是万成的救命钱啊！干嘛？卡里钱怎么又少了100万？你把这钱弄哪去了？哎呀，佳明那个印染厂工人工资总是要发的呀。那这钱也不能从我们公司走啊。他那个钱不是买那个污水处理设备了吗？那不从我这儿走，从哪儿走啊？你放心，他会还的。万家药不是我小气，你知道上一批的集装箱那货我们亏了多少钱吗？我们自己都是10个坛子9个盖的，你还有心帮你兄弟呀？
你也知道那是我兄弟嘛，我不帮他谁帮他嘛？再说都是一个集团的，你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当然要分清楚啊！我们是童装公司，他们是印染公司，各管各的，你哪那么随意就调动资金啊？还有上一次那个陈栋梁都跑路了，你还要先给他穷大方呀？这是我的兄弟，我愿意怎么着怎么着。你什么呀你？爸妈，我先出去了。啊，露露，去哪儿啊？去楼宅。你看，你这大嗓门，他又听见了。我怎么知道他马上要出现在这里啊？居主任进。林书记。有事儿啊，这个给您。这是林书记，开童装博览会的那段时间啊，郑镇长就接到过举报，他叫我去，让我尽快查清万成集团到底有没有销售仿牌童装的行为。可我呢，也是那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就把郑镇长交办的事情给搁置了。现在想想啊，确实是我的失职，所以我就写了这份书面检查和情况说明，想递交给党委。先坐。哎，坐嘛。上个阶段啊，大家伙的工作都忙得团团转，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你。林书记，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原因。你说。当时万成集团面临的困境十分窘迫，万荣江董事长又因为劳碌过度不幸离世，他可是对我们织女镇做出过大贡献的人呢。您说，那个时候让我去查万成，我总觉得有一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感觉，这心里啊，真的是于心不忍。查万成集团是为了万成好，也是为了织女镇好，不存在害谁。林书记说的对。林书记，我现在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协助曲副镇长一起调查呀？就算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不是什么将功补过，是将心比心，只有这样才能配合好。对对，我同意你的建议，和曲副镇长一起把事情查清楚，为我们织女镇的全面治理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这个，拿回去。我这个人啊，不喜欢看到检讨书，更不喜欢看到表扬信，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会因为这几张纸就能说明。那，林书记，我一定全力配合曲副镇长的工作。那我去工作了。真好吃是吧？我也觉得。哎，小何，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万家要求他查询订单呢？这样不简单很多吗？既然目标是对准他的公司，我们又没有证据，如果直接去找他的话，一定会被他呛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呢，把万成的情况先理一遍。比如啊，生产规模啊、经营状况啊、盈亏情况啊，主要是原材料这一块儿。原材料？那万成的服装面料不都是万家明在供货吗？所以啊，我先从佳明那儿要了近1年的原料订单出来，查万成这1年用了什么面料，我们心里有底啊。然后再从原料乘以数量，然后订单的数字，还有童装的库存和发货量，最后到给工人发的工资，一一核对上，应该能清楚地查到万成到底有没有隐藏一批数量庞大的仿牌制品。小何，有你的呀！几天不见，我都刮目相看了。其实啊，这些主意也不全是我想出来的，还有林书记啊、徐主任啊提供的建议，
他们的工作经验丰富，帮了我不少忙。那接下来的工作有他们的帮助，应该会顺利很多。哎，老板，哎，这2个液化气罐是空的还是满的呀？啊，那都是下午送来的，都是满的。我这生意太忙了，还没来得及放到后院。这里属于就餐区域，这种危险品放在这里是不符合规定的。哦，明白明白。要不我们帮你把案拨到后面去吧？哎，那怎么好意思？没事，太麻烦2位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哎，好的好的。老板，哎10份生馄饨打包。好嘞，您稍等啊。一见钟情了？好嘞，你又不认识人家，谢谢哎，就别惦记了。谢谢了，安总。好。他叫白偶，在快乐童装厂工作，我们打过2次交道。你还真认识啊？哎，一大姑娘呢，大晚上的买10份生馄饨，谢谢，够能吃的啊！点外卖了啊！一闪就不见了。走吧。你好，你好，我是镇政府的，我找万家药万总。请稍等。喂，姚倩，镇政府来人找万总。好的，请稍等。先生您好，我是万总的助理，我叫姚倩。你好，十分抱歉，万总他最近出差了，不在公司，有什么我可以帮您转告的？我给万总打过电话，可一直打不通。请问他还有别的联络方式吗？万总在出差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所以手机经常都是关机的。这样您放心，只要他一开机，我马上让他到镇政府找您。那行，那就麻烦你们了啊！再见。以后他再来找万总，你也直接告诉我。好的。进。万总，徐主任已经走了。总之我就是不见他。好，我明白。去忙吧。妈，轻松多了吧？这个香啊，是我今天刚买的，特别好。每天呀，燃一支，可以把你身体的器官呀都清洗一遍呢。哦，原来你今天是来给我洗内脏的，我还以为是来给我洗脑的呢。哎呦，妈，您说什么呢？我怎么敢给您洗脑呢？我自己的脑子还没洗清楚呢。我在想啊，要是佳明啊结婚了，那您就有2个儿媳妇了。到时候啊，有孝顺您的机会可就分走一半了，所以我就赶紧过来多陪陪您呀。陆欢啊，家里这些事儿有我在，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呀，还是要好好的多花点心思，把夫妻感情经营好，孩子的教育抓好，啊。关于仿牌的事情，我再三的叮嘱你们了，可千万不能碰啊！企业经营诚信至上，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儿啊！哎，徐主任。哎，徐副镇长，我正等您呢。有事？我已经去了好几趟了，可是万家药就是不肯见我，好像是在故意躲我。
这样吧，这几天我想办法再联系他一下。实在对不起啊，是我工作没有做到位。哪有？哎呀，徐主任，您都不知道，当初啊，林书记跟我说请您来帮我，我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是您告诉我的，一切都要从源头查起，我这工作才有了头绪。我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呢。徐副镇长，您说的太对了，这两点之间啊，直线最近，无论怎么侧面调查，都不如当面找万家耀了解情况来的直接。对，俗话说，刀锋不锋利，全在刀尖。这个话有点吓人呢。你去哪儿了？去妈那了，天天质问仿牌的事儿，真是烦死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妈和小何那边。妈也挑明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说该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呀？我躲政府的人已经躲了好几天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他们早晚还是会来查的。可曲小河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妈，你再说一遍。我要你去查你哥哥的厂。我去查嘉耀的童装公司，为什么？他上个月的报表我看了，业绩非常漂亮，你不觉得奇怪啊？反正他说过，他不会碰仿牌单子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哥的毛病，我比你更了解。再说现在曲小河在带头调查万成，我支持他这么做。支持？是的，妈，我支持。你想一想，如果这次调查没有问题，正好还万成一个清白；如果查出来有问题，我是说如果有问题，那也可以提醒万成去除隐患，对企业发展有利无害呀。那为什么非等着别人去查，不能自查呢？总之，我要的是突击检查，前面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万总，那1000手今晚就可以出货，明天装车运出去，时间来得及。加班到几点？肯定要通宵。要保证好员工的休息时间，不能太劳累啊。明白。佳明，你怎么来了？找你啊。找我啊？什么事儿？我想查一下你这儿的订单。你有什么资格查我童装厂的订单？我是万成董事之一，我当然有资格查。那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说一声？只要你的单子都按规定处理，而且单据清楚，随时都可以查，不用事先打什么招呼吧？那照你的说法，我是不是也可以随时去查你印染厂的订单呢？随时欢迎，而且不用事先打招呼。小何，佳明，你怎么在这儿啊？是我请来的。听说上面派小何来调查，我就主动邀请了。虽然说早晚都是一家人，哎，你们俩了解我的啊，我这人喜欢公事公办。感谢你们2位配合我的工作。出货单都看了吧？对得上吗？刚刚审计部门和童装管理办都检查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就说嘛，我们都是那个正规品牌店的订单，不可能有问题。佳明，这下放心了吧？不瞒你说，我之前真的怀疑过你。为了惩罚你，
这笔账呢，我就给你记在我的账本上，回头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那红包分我一半。你想太多了。万总，我还有一个请求。说。我想去仓库看一看。不行吗？行，当然行了。行。小刚把陆花，陆花，哎，小何来查一下我们的仓库。陆总您好。嫂子，你今天怎么跑仓库来了？哦，最近啊单子挺多的，全场忙得跟陀螺一样，人手又不够，我就到仓库来帮忙了。小何，你工作还顺手吧？顺手，就是忙了一点。哦，我们可以随便看看吗？啊，可以的。谢谢啊。哎，佳明，我问你啊，你的印染公司是不是已经停工了有些日子了？上一次佳耀给你转钱支付员工的工资，困难解决了吧？解决了，可以说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哎呦，太好了！如果下次有什么困难的话啊，一定要跟你哥啊和我说一声。哎，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啊，都可以随时帮忙的啊。是，我知道。哎，我去那边看看。哎，去吧去吧。哎，你怎么在这儿？回去再说。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啊。那看来真的是我多心了。我也是理解的，你也是为了万成，为了我们俩好嘛。不瞒你说，为了今天这个突击检查，我昨晚纠结了一晚上没睡着。睡不睡觉跟我是没关系了，这笔账我是给你记下来了。你想得美。你看我一来就是大半天，耽误你们工作了。嗨，没事儿。其实呢，我们配合你的工作也是应该的。行吧，那不影响你们了，我们先走。哎，小何，有空啊，到梅园会所来找我啊，喝下午茶，健身的。你的结婚礼服啊，嫂子给你做，你不用自己操心了。哎呀，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谢谢。那我们先走了。哎，走了，嫂子。好的，你送着他们吧。好，我送。啊，走。郑镇长，这些违章建筑早就应该处理了。是啊，台风来之前呢，就应该重视起来。但之前镇上的工作重点一直是要开好童装博览会，所以就给耽误了，也怪我疏忽了。这下好了，小何镇长上任以后啊，我添了个助手，明天我就去找他谈这个棚户区改造的事儿。他现在正在忙网牌童装的事，这个事情先沟通起来。哦，对了，他向您了解情况了吧？来找过我，基本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他了。好，哎，但有一点啊，书记，我有点顾虑。什么？你知不知道小何同志和万成集团的佳明是未婚夫妻的关系？哼，我觉得现在让小何同志去查万成的仿牌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这个事情啊，小心，我跟他沟通过，我相信他会站在党性的原则上，公私分明的。这里的居民确定都搬出去了吧？应该都搬出去了吧？这个要明确呀，老郑，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行，明天我就派人去具体落实一下。来，书记这边走。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吗？从账本、订单还有拿回来的资料上看，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问题。这不可能啊！万成肯定是做仿牌了，不然我拍的那些视频算什么啊？你别激动啊，
我又没说万成现在已经消除了嫌疑，还得进一步证实。那这可是你说的，一定要查到底。小何啊，你真要去查万成有没有做假货啊？哎呀，妈，这是我的工作。佳明会怎么想？易如会怎么想啊？佳明说，不管我怎么做，他都支持我。妈，你就放心吧，我会有分寸。哎呦。哎呀，我的包啊！瞧你真是！我告诉你啊，刚才啊吓了我一身冷汗，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哎，他们来了也太突然了吧？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他突然间提出要到我们仓库去查一查。哎，你说我也不能不让他去呀。你怎么想到提前去到仓库把它清理了一遍？哎，你不是之前说了吗？要主动请小何来调查，打消他的怀疑。我就想啊，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干脆做彻底一点，是吧？所以啊，提前已经把面料藏好了。你老婆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笨的。哎，这回很聪明。来。这一查我就放心了，至少目前看来，我哥的公司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了这个事儿，担心的一整天没吃东西。看起来是这样。什么叫看起来呀？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妈，这哪来的？经侦的同事今天在童装仓库的一块原布上撕下来的。你再看看这个，你的印染厂生产过这样的面料吗？我的印染厂每年要生产很多布料，这我不能确定，我得好好查一下。但愿是你们生产的。